别西卜是拥有2种面相的异形之神，有时候作为丰饶的守护神为大地降下甘霖，有时则作为迎之恶魔带来灾害。帕特拉神殿对其祭祀并抱有敬畏之心，这就是迦南人的传承。攻防一体毫无破绽的别西卜，让拥有超合金的尼古拉只能屈膝跪地。别西卜的权杖名为阿波米乌斯之杖，是能够将他的能力进行增幅的神器。左手挥动时，作为连天地雷锤都能击退的盾；右手挥动时，则变为足以将神之铠破坏的利剑。别西卜的能力名为恶魔的振翅，左右手拥有不同的特性，左手防御，右手攻击，通过分化2手将震动特化，以达到攻防能力提升至极限的效果。那把权杖既是武器也是护具，这别西卜双重面相的展现，是他将最强的矛与盾一同掌握的神明。特斯拉的机甲因为别西卜暴食的堕天使而变得破损，但他却表现得异常兴奋。接着别西卜问他是不是用手杖增幅了震动的力量，甚至想把别人的武器借来研究一下，连科学家都看不下去了，这到底是何等的研究狂啊！既然特斯拉无法杀了他，别西卜已经不想继续和这个人类耗下去。特斯拉仍旧以 no， 反驳别西卜是傲慢的神明，现在是掌握在神明手中没错，这是未来属于他们人类。所谓人类，就是在迈出1步后会想着第2步的生物。说着，特斯拉满足的仰起头，差不多该填满了。别西卜惊讶的抬头，只见竞技场上空不断有电光闪烁，特斯拉双手交握在胸前，汹涌的能量汇聚成代表无限的符号，被特斯拉甩到半空。随后以最无电力交织的4方牢笼将整座竞技场团团围住。欢迎来到众神的监狱！围观的群众目瞪口呆地看着2人被夺目的电缆所包围。格雷更是不敢置信地揉着眼睛，觉得自己可能产生了幻觉。他居然看到特斯拉凭空浮了起来。唯有明白这一幕的科学家们为特斯拉所展现出的美丽而感动的痛哭流涕。在这 9.63 平方公尺的世界中，神不是别西卜，而是他。众神的监狱一出，在场的人神齐齐骇然。小孩子们眼冒星光地盯着特斯拉，会浮起来的机甲也太酷了吧，这是在变戏法吗？当然，这不是戏法，也不是魔术，而是科学。1943年，特斯拉死后，在他家存放着大量未发表的研究论文被神秘人士偷走了。有传言说是佛伯勒或者 KGB 干的，但无论哪个国家，他们的目标都是一致的，那就是据传由特斯拉发明的超科学兵器。其中最重要的一份研究名为反重力系统。虽然当时还没有能将其实现的素材，但那个构思早在特斯拉脑海中完成了。用女武神打造的机甲在战斗中放电的同时，散布超级特斯拉粒子，粒子一旦到达饱和，就会和机甲上的线圈产生反应，反重力系统得以发动。这就是所谓的众神监狱。然而特斯拉粒子这种东西到底是什么，布伦希尔德也不清楚，唯一理解这东西的只有人类史上唯一的魔法师尼古拉·特斯拉而已。别西卜很欣赏众神监狱这个名字，特斯拉表示先别急着鼓掌，科学的力量他就到特等席去好好欣赏吧。几乎是一瞬间，特斯拉冲到别西卜面前挥出一拳，别西卜震惊之余竖起屏障抵挡，但特斯拉的直击还是越过防御伤到他的肩膀。这还是在第8回合战中别西卜第一次受到伤害。阿瑞斯大惊，那个人类的速度突然变得离谱的快呀！但赫尔墨斯却说特斯拉并没有快多少，人类奔跑都是借由持续性的蹬地来获得前进的推力，而在抵达极限速度之前必然会有一个加速的过程，而既有反重力得以漂浮的特斯拉只需要迈出1步就能到达极限。这个动作被特斯拉称为零距离最高速。特斯拉夸赞别西卜了不起的反应速度，又是一瞬间，特斯拉的手指戳到别西卜眼前，别西卜将动态视力发挥到极限后退躲避，但无论他怎么避，特斯拉就如同幽灵一样以难以置信的速度环绕在他身边，并趁机挥拳攻击。别西卜的防御震动甚至来不及完全展开就再次被击中，别西卜只觉得厌烦，他瞄准特斯拉俯冲的时机，右手成刀朝特斯拉面门横砍而去。特斯拉下腰躲过，他身后的柱子被切开一道深痕。与此同时，别西卜换手握杖，宝石的堕天使再次朝特斯拉砸下。在众人惊骇的目光中，特斯拉自信一笑，居然就以下腰的姿态平移急速后退，如同旋转陀螺一样优雅地躲过了攻击。不仅如此，他甚至还有空回旋回来，狠狠给了来不及防御的别西卜一拳惊喜。别西卜把脉冲拳震出一口血，倒飞出去数米才堪堪停住。天才的移动轨迹，就算是神也无法预测。他将其称之为特斯拉5步，连宙斯都承认这是相当麻烦的技巧。但他也发现别西卜已经快要看得见了。特斯拉在别西卜面前舞出残影，虽然名字锁到爆炸，但不可否认他的步伐确实厉害。特斯拉一拳挥到别西卜身前，在别西卜侧身躲过毫无防备之时，特斯拉猛地向后踏步，饱含全力的反手一拳，这别西卜的面门重重回下，是时候该来精彩的收尾了。只听轰的一声巨响，被电缆包围的竞技场瞬间烟雾弥漫。布伦希尔德和格雷不由得为特斯拉完美的一击欢呼鼓掌。本以为毫无悬念的结束战斗，却见特斯拉突然从烟雾中被弹出，别西卜居然早有预料的竖起了防御，这一击被完完全全的防住了。
就算别西卜再让人不爽，阿达玛斯也不得不承认他的战斗天赋在冥界也算首屈一指。特斯拉在得意忘形中给他看了太多次同一招了，这下胜负已分，但宙斯却觉得事有蹊跷，这场战斗不会这么简单。别西卜表示他已经看腻了特斯拉的拳头，别再想伤到他，但特斯拉却晃晃手指说他可是没有极限的，正如科学也在不断持续的进步。机械的核心线圈再次凝聚起恐怖的能量，在那一瞬间，特斯拉化成光，在别西卜惊骇的目光中，特斯拉突然凭空出现在他身后，一拳正中红心，这就是他们人类的睿智。1943年11月，特斯拉去世，9个月后，基于他留下的最后研究，美国政府进行了一项名为费城计划的机密实验，从费城离港的驱逐舰埃尔德里奇号上搭载了数十个强力特斯拉线圈，对外宣称是对船施加高压电流，借此从雷达侦测下隐形的实验。在开关启动的瞬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超乎想象的强力磁场产生，整艘驱逐舰当场消失。下一个瞬间，凭空出现在相距360公里的诺福克海边，美军海军 T 少尉亲眼所见，那艘船只分明进行了瞬间移动。费城计划、瞬间移动计划，其结果看似非常成功，但实际上在瞬间移动后，驱逐舰内部的景象宛如地狱，几乎船上的所有人都因为这场异常事态失踪、死亡乃至精神失常。海军因此将研究相关的所有资料全部销毁。但这能说明特斯拉的研究是失败吗？不，特斯拉本人确实已经能做到瞬间移动了，仿佛瞬间消失的特斯拉出现在别西卜的死角，结结实实赏了他一记炸裂的脉冲拳。正面接下这拳的别西卜受了不轻的伤，连上衣都被轰得稀碎。是任谁都能看出来，特斯拉不是因为速度快而产生了瞬间移动，而是真真正正的消失了，就如同魔法般的一击被命名为特斯拉曲速。而就在特斯拉得意之际，别西卜突然竖起3个手指，问他这一招有3个制约，对吧？第一，为了成功发动需要累积一段时间，如果特斯拉接着刚才的攻击来第2发，绝对有将他击毙的可能，但特斯拉却选择了与他保持距离，不进行追击。其二，可以移动的地方有限制，在发动瞬移之前，他注意到那个特斯拉舞步有些许的违和，这些刻意夸张的动作都是为了将他引诱到能够进行瞬间移动范围内的引诱动作。第三，能够发动的次数是有限制的。话音刚落，特斯拉左手的线圈突然碎裂，特斯拉拍掌夸赞别西卜的洞察力确实出色，并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解释。首先，作为大前提，瞬间移动只能在众神监狱的范围内才能进行，再来必须有高浓度的超级特斯拉粒子，他拼命将拳头回空，就是为了在攻击的同时，在各处制造拥有高浓度粒子的位置，在决定好移动的目的后，再将那个地方的超级粒子和线圈同步然后传送。至于弱点，就是每一次同步需要63秒的准备时间，而且每次移动都会消耗掉1个线圈。纵观他全身线圈的数量，也就意味着他能在进行瞬移的机会只有2次，要是继续使用的话，作为机甲核心的格恩达尔会损坏，一修同心的特斯拉也会跟着烟消云散。别西卜不明白特斯拉为什么要自爆弱点，因为对科学来说，将情报隐藏起来百害无利，将新获得的智慧毫无保留的和他人共有，人类才得以进步。别西卜突然露出一抹笑，撑着手杖站了起来。人类这种生物话还真多。紧接着他猛地咳出一口血，看来他受到的伤害远比看上去要严重。上次受到这样的伤害已经是很久之前了。冥界冥王的居所里闯入了一位不速之客，哈迪斯早就听说这样的传闻，有个从天界堕落，仿佛不要命般的向冥界怪物发起挑战的狂暴的恶魔。别西卜以这种残破不堪的姿态向他发起挑战。哈迪斯问他是否想要寻死，而别西卜的回答是杀了他吧。见此，哈迪斯一笑，拿起双股叉，爽快地接受了别西卜的挑战。